云浅雪正在院子里洗衣服，棒槌敲得木盆砰砰响。隔壁王大嫂风风火火冲进来，嗓门大的能掀翻屋顶。云娘子，大喜事，天大的喜事！你家相公中了探花，报喜的官差都到巷子口了。云浅雪手里的棒槌咚地掉进水里，溅起的水花打湿了半截袖子。她愣了一瞬，随即低下头，肩膀微微发颤，像是喜极而泣。王大嫂欣慰地拍拍她的背，瞧瞧，高兴坏了吧？苦尽甘来啊！云浅雪没抬头，只是轻轻哈了一声，嘴角却悄悄翘了起来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她忍了3年，装了3年贤惠，从晨起帮更衣，到夜晚掌灯研磨，洗衣做饭，缝缝补补，连莫玄渊读书时她都不敢大声喘气，生怕打扰他科举大业，一直贯彻莫玄渊为中心的准则。现在好了，他高中探花，功成名就，按照系统提供的剧情，接下来就该是上岸第一箭，先斩意中人的经典戏码了。休书，他等的就是休书，只要拿到休书，他的任务就算完成，就能回到现代世界，回到他真正的家，那里有他亲爱的爸妈，有他交往1年的帅气男朋友，有总是跟他抢零食的弟弟，还有他没追完的剧和没吃完的火锅。想到这里，云浅雪差点笑出声，赶紧掐了自己一把，硬生生把狂笑的念头压下去，重新换上一副温婉贤淑的微笑表情。云娘子，快换身衣裳，官差马上就到门口了。王大嫂催促道。云浅雪点点头，转身回屋。她翻出自己最体面的一件衣裳，浅紫色的对襟衫，袖口已经磨得发白，肘部还打着补丁。她对着铜镜整理头发，心里盘算着接下来的计划。莫玄渊刚当官，肯定不会立刻休妻，毕竟刚发达就抛弃糟糠之妻，传出去名声不好，但他迟早会休我的，毕竟他可是要往上爬的人，怎么可能一直带着我这个屠夫的女儿？更何况现在今日这么一游街，肯定有很多女子对他虎视眈眈。云浅雪越想越美，嘴角又忍不住翘起来，快了就快了。她深吸一口气，推门出去，准备迎接官差。谁知刚踏出门槛，就差点撞上一道修长的身影。莫玄渊不知何时回来了，正站在院子里，一身簇新的进士服，衬得他面如冠玉，清贵逼人。他手里还捏着一包油纸裹着的东西，见他出来，微微抬眸，目光落在他脸上。云浅雪心头一跳，赶紧低头行礼，相公回来了。莫玄渊风厉一声，将手里的油纸包递给他，路上买的，你爱吃的蜜饯。云浅雪一愣，下意识接过，他一时没反应过来，这不对啊，他不是应该冷着脸，嫌弃的看我一眼，然后说，你穿这身怎么见人，让我丢脸吗？怎么还给我带零嘴？他抬头小心翼翼打量莫玄渊的表情，却发现他也在看他，眼神深得让人发毛。多谢相公，他干巴巴的道谢，心里却警铃大作，不对劲，有点不对劲。莫玄渊没说话，只是伸手替他拢了拢鬓角的碎发，指尖不经意擦过他的耳垂，激得他浑身一颤。晚上等我吃饭，他淡淡道，转身走了。云浅雪站在原地，捏着蜜饯包，脑子里嗡嗡响，他什么意思？不是开始喜新厌旧吗？怎么还一副要跟我过日子的架势？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蜜饯，又抬头看了看莫玄渊远去的背影，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，该不会这休书没那么容易拿到吧？莫玄渊高中探花的第3日，云浅雪终于等来了他的休书，可惜是别人的，王大人家的嫡子休妻了。青鸾一边剥着豆子，一边压低声音道，听说那夫人哭得昏死过去，被娘家接回去时，连嫁妆都没让带全。云浅雪手里的绣花针顿了一下，又若无其事地继续缝补莫玄渊的官服衬领。哦，他应了一声，心里却忍不住盘算，休妻流程原来是这样的，那我到时候是不是也得哭一哭？夫人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青鸾瞪大眼睛，那可是休妻啊。云浅雪笑了笑，温声道，别人家的事咱们听听就罢了。青鸾撇嘴，可外头都说咱们家老爷如今是探花郎，迟早也要。青鸾，云浅雪轻声打断他，眼神柔和却不容置疑，别乱说。小丫鬟立刻起身，低头继续包豆子。云浅雪垂眸，指尖轻轻抚过衬领上的绣纹。休书，我等的休书到底什么时候能来呢？夜里，莫玄渊回来的比平日早，云浅雪刚吹灭烛火躺下，就听见房门被轻轻推开，她立刻闭上眼，假装熟睡，脚步声靠近，床榻微微下陷，带着凉意的身躯贴上来。莫玄渊的手臂环过她的腰，将她往怀里带了带。云浅雪浑身一僵，又强迫自己放松，忍，再忍忍。莫玄渊的呼吸落在她后颈，温热绵长，他的手掌附在她小腹上，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她单薄的里衣布料。云浅雪悄悄攥紧了背卷，她不喜欢这样，可她的人设是深爱丈夫，对丈夫百依顺的贤惠妻子，所以她不能推开他，她只能闭着眼，任由他抱着，心里默默数着时间，盼着他快点睡着。可今晚的莫玄渊似乎格外清醒。浅雪，他突然低声唤他。云浅雪心头一跳，犹豫了一下，才装作刚醒的样子，轻轻呵了一声。莫玄渊没说话，只是收紧了手臂，将他搂得更紧了些，他的唇贴在他耳后，呼吸灼热。你今日见了什么人？他问。云浅雪一怔，下意识道，没见谁啊，就在家做活计。莫玄渊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道，巷口的莫货郎今日在你院门外站了许久。云浅雪，莫货郎谁？他努力回想，才记起早上确实有个挑担卖杂货的经过，他还买了针线。哦，我买了些绣线。他如实道。莫玄渊又不说话了，只是手指在他腰间轻轻掐了一下，像是惩罚，又像是某种无言的占有。云浅雪莫名其妙，但也懒得深究，只当他是官场应酬，累了，随口一问。他闭上眼，继续装睡，可莫玄渊的目光却一直落在他脸上，幽深难辨。3年前，莫玄渊还不是探花郎，那时的他只是个满身血污、倒在雪地里的落魄公子。云浅雪的爹云屠夫在肉铺后门发现他时，他已经被冻得半死，救他作甚？云浅雪刚穿越来3天，蹲在旁边小声嘀咕，一看就是个麻烦。云老爹瞪他一眼，见死不救，亏心不亏心？云浅雪撇撇嘴，不情不愿地帮忙把人拖进屋。那时的莫玄渊苍白瘦削，眉目却极清俊。他昏迷了3天，云浅雪被迫照顾了他3天，为
喂药、擦身、换绷带，错了，擦身这事是他爹帮做的，毕竟她还是个未出嫁的姑娘。第4天夜里，她终于醒了，云浅雪正打着哈欠给她换药，一低头，猝不及防对上一双漆黑冰冷的眼睛，她吓得手一抖，药碗差点打翻。你，她刚开口就被他一把攥住手腕。莫玄渊的力气大得惊人，声音却沙哑虚弱。你是谁？云浅雪怔了怔，没怔开，只好干巴巴道：救你的人。他盯着他看了许久，才缓缓松开手，低声道：多谢。那之后，莫玄渊在云家养了半个月的伤，云浅雪原以为他伤好了就会走，谁知某天夜里，云老爹突然把他叫到屋里，搓着手道：浅雪啊，莫公子说想娶你。云浅雪，他第一反应是不是这人有病吧？将仇报，他一个屠夫的女儿，要钱没钱，要貌没貌，他图什么？可莫玄渊给出的理由合理，报恩，云叔救我一命，我无以为报。他站在油灯旁，眉眼低垂，声音平静。如今我身无长物，唯有功名可博，若云叔不嫌弃，我愿入赘云家，他日高中，必不负浅雪。云老爹感动得老泪纵横，云浅雪却听得眼皮直跳。这不就是经典末期少年穷剧本吗？按照套路，这种男人一旦翻身，第一件事就是踹了糟糠妻。他刚想拒绝，脑子里却突然响起系统的声音：任务触发，协助莫玄渊金榜题名，非试图亨通飞，复仇成功，并拿到休书，即可回归原世界。云浅雪，行吧，工具人竟是我自己。于是他羞涩地点了头。3日后，一顶简陋的花轿抬着莫玄渊绕了半条街，又抬回云家。莫玄渊是入赘，连迎亲都省了。新婚夜，莫玄渊掀开盖头时，云浅雪低着头，装出一副温顺模样。可当他偷偷抬眼时，却发现莫玄渊正盯着他，眼神深得让他心惊。浅雪，他低声唤他，指尖抚过他的鬓角，我会待你好的。云浅雪乖巧点头，心里却想，不用待我好，记得以后早点休我就行。他又在心里呼唤系统，系统，系统，他金榜题名后换我休他行不行？系统懒洋洋回应，你想得美，这个离婚必须由莫玄渊提出。云浅雪太被动了，他拿的是媚男剧本吧？系统还提醒他不能乱蹦人设。回忆戛然而止，床榻上，莫玄渊的呼吸渐渐平稳，似乎终于睡着了。云浅雪悄悄睁开眼，借着月光打量他的侧脸。3年过去，当初那个苍白阴郁的少年，如今已是清贵俊美的探花郎。他的睫毛在眼下投下一小片阴影，鼻梁高挺，唇线薄而锋利，确实好看，难怪首府千金都惦记。云浅雪撇撇嘴，轻轻挪了挪身子，想从他怀里挣脱出来，可刚动一下，莫玄渊的手臂就骤然收紧。他仍闭着眼，嗓音带着睡意的低哑：别动。云浅雪僵住，不敢再动。莫玄渊的唇贴在他耳畔，似梦似醒的呢喃了一句：你是我的。云浅雪心头一跳，这话怎么听着不太对劲。莫玄渊高中探花后，云浅雪发现他变得忙碌起来，每日天不亮就出门，有时深夜才回来，身上偶尔还沾着淡淡的酒气。他照例温着醒酒汤，等他回来时端上，再低眉顺眼的替他更衣。今日又去应酬了，他一边解他的腰带，一边轻声问莫玄渊：呼了一声，垂眸看他。云浅雪手上动作不停，心里却琢磨：应酬多好啊，最好能多认识几个高门贵女，早点把他这个糟糠妻换掉。他正想着，忽然感觉莫玄渊的手指捏住了他的下巴，迫使他抬头。在想什么？他问。云浅雪眨了眨眼，露出一个温婉的笑：没什么，只是担心相公累着。莫玄渊盯着他看了片刻，忽然松开手，淡淡道：今日在宴上，首府大人夸了你。云浅雪一愣：夸我？莫玄渊慢条斯理地脱下外袍，说你能持家，是贤内助。云浅雪心里咯噔一下，首府夸我，什么意思？他一个首府，怎么突然提到我这么一个没见过面的边缘人物？该不会是想让我识相点，主动给他女儿让位吧？他抿了唇，小心翼翼道：首府大人谬赞了，我不过是个粗鄙妇人，哪当得起这样的夸？莫玄渊没接话，只是忽然伸手，指尖抚过他的耳垂，语气淡淡：你耳坠呢？云浅雪一怔，下意识摸了摸耳朵，他今日确实戴了一对银耳坠，是莫玄渊去年送他的生辰礼，只是洗衣时不小心掉了一只，他找了好久都没找到，可能掉在院子里了。他低声道。莫玄渊眸色微沉，忽然从袖中掏出一样东西，正是他丢失的那只耳坠，我在莫铁匠铺子门口捡到的。他语气平静，眼神却深得吓人。你去那做什么？云浅雪心里一紧，打铁铺，我今天根本没去过啊。等等，难道是青鸾出去买菜时不小心带出去的？他张了张嘴，刚想解释，莫玄渊却已经转身走向床榻，只丢下一句：睡吧。云浅雪站在原地，捏着那只耳坠，心里莫名发毛。他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可我能解释什么？难道说相公放心，我绝对没有红杏出墙的心思，我只想等你休了我。他叹了口气，把耳坠收好，轻手轻脚地爬上床。莫玄渊背对着他，似乎已经睡了。云浅雪悄悄松了口气，刚闭上眼，身后的人却突然翻身，一把将他捞进怀里。他的手臂横在他腰间，力道大的让他微微吃痛。相公，他小声唤他。莫玄渊没应声，将脸埋进他的后颈，呼吸灼热。云浅雪僵着身子不敢动，心里却忍不住嘀咕：这人到底怎么回事？第2日，云浅雪在院子里晒被子时，青鸾神秘兮兮地凑过来：夫人，您猜我今早去买菜时听见什么了？云浅雪拍了拍被角，随口问：听见什么了？青鸾压低声音：外头都在传，说首府千金对咱们家老爷有意思，昨日还特意去翰林院门口等他呢。云浅雪手一顿，心头猛地一跳，首府千金主动出击了，好事啊！他强压下上扬的嘴角，故作忧愁地叹了口气：首府千金金枝玉叶，若真对相公有心，倒是他的福气。青鸾瞪大眼睛：夫人，您怎么还替别人说话？云浅雪垂下眼，轻声说：我不过是个粗鄙妇人，哪配得上如今的探花郎？若真有更好的姑娘愿意待他好，我自是替他高兴的，说的情真意切。
眼眶甚至微微发红。青鸾听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。夫人，你也太委屈自己了。云浅雪摇摇头，露出一抹苦笑，不委屈，真的，我巴不得莫玄渊赶紧娶个高门贵女，然后一脚踹了她。正想着，院门突然被推开，莫玄渊站在门口，面色阴沉地盯着他。云浅雪心头一跳，他听见了，他赶紧低下头，假装整理被子。莫玄渊大步走过来，一把攥住他的手腕，力道大的让他微微蹙眉。相公，他怯怯地唤他。莫玄渊盯着他看了许久，忽然冷笑一声，你倒是大度。说完，他甩开他的手，转身就走。云浅雪站在原地，揉了揉发红的手腕，心里莫名其妙，他生什么气？我这不是在替他考虑吗？青鸾在一旁战战兢兢，夫人，刚才老爷是不是听见咱们说话了？云浅雪叹了口气，没事，去煮碗莲子羹吧，晚点我给他送去，得哄哄，不然他万一赌气一直拖着我不休妻了怎么办？傍晚，云浅雪端着莲子羹去书房，她轻轻敲了敲门，里头没人应，犹豫了一下，她推门进去，却发现莫玄渊并不在，书桌上摊着一本书，旁边还放着笔墨，似乎他刚刚还在。云浅雪把莲子羹放下，正准备离开，余光却瞥见书桌抽屉没关严，里头露出一角熟悉的靛蓝色，是他之前绣给莫玄渊的荷包。他记得这个荷包，莫玄渊明明说过丑不带，可后来却再也没见着，他还以为他扔了，鬼使神差的，他拉开抽屉，荷包下面压着一沓纸，最上面那张赫然写着。他下意识想拿起来细看，身后却突然传来一道冷冽的声音：你在做什么？云浅雪浑身一僵，猛地回头，莫玄渊站在门口，眼神阴沉的可怕。云浅雪的手指还搭在抽屉边沿，莫玄渊的目光已经冷得像冰，他迅速收回手，强作镇定地端起莲子羹，温声道：我煮了羹。见相公不在，便想放在桌上。莫玄渊没说话，只是走到书桌前，目光扫过微微敞开的抽屉，又落回他脸上。云浅雪心跳如泪，却仍维持着面上的平静，甚至微微低下头，露出一截纤细的脖颈，像是温顺，又像是无声的示弱。半晌，莫玄渊终于开口：放下吧。他悄悄松了口气，将莲子羹搁在桌上，转身欲走。浅雪，他突然叫住他。云浅雪脚步一顿，回头看他，莫玄渊的手指轻轻敲着桌面，眼神晦暗不明。你识字？糟了，他心头一紧，原主确实不识字，这几年他也一直装的大字不识一个，可他刚才下意识去看那张纸，显然暴露了，认得几个。他低声道：小时候爹爹送去私塾学过一点的。莫玄渊盯着他，忽然轻笑了一声，笑意却不达眼底。是吗？云浅雪指尖微微发颤，却仍强撑着镇定。他没再追问，只是淡淡道：回去吧，夜里风凉。他如蒙大赦，快步离开书房，直到关上门，才发觉后背已经沁出一层薄汗。他是不是起疑了？那张到底是不是休书？夜里，莫玄渊回来的比平日更晚，云浅雪已经睡下，却仍留了一盏小灯，这是他3年来的习惯，无论多晚，总要等他回来才真正安心。虽然他绝不会承认这是关心，只告诉自己这是任务需要。床榻微微一沉，莫玄渊在他身旁躺下，云浅雪闭着眼装睡，却感觉他的手臂环过来，将他往怀里带了带，他的掌心贴在他的小腹上，温热干燥。浅雪，他突然低声唤他。云浅雪睫毛轻颤，假装迷迷糊糊的哈了一声。莫玄渊的声音很轻，像是自言自语：你以前掉进过冰湖。他心头一跳，睡意瞬间消散。他怎么会知道那是原主小时候的事？隆冬时节，原主为了捞掉进冰窟的弟弟，自己跳了进去，结果弟弟没救成，娘亲太悲痛，第2年也去了，他自己也落下病根，从此体寒，月事都不太规律。他低低应了一声，小时候的事了。莫玄渊的手在他小腹上轻轻摩挲，半晌，忽然道：明日我请太医来给你看看。云浅雪浑身一僵，太医看什么？该不会是治不孕的吧？他心里紧铃大作，嘴上却温顺道：不必麻烦，我身子无碍的。莫玄渊没说话，只是收紧了手臂，将他搂得更紧了些。云浅雪背对着他，睁着眼盯着床帐上的绣纹，心里乱成一团。他到底什么意思？一边写休书，一边又要给我治病，难道是想让我养好身子，再休了他，好让我改嫁？那他这人还怪好的咧。但很快他就没心思再想了。莫玄渊的身子附了过来。翌日清晨，云浅雪醒来时，莫玄渊已经出门了。他揉了揉酸胀的腰，昨夜被折腾了半宿，刚起身，青鸾就急匆匆跑进来：娘子，老爷请了太医来，正在前厅候着呢。云浅雪手一抖，梳子掉在地上，他还真请了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勉强稳住心神，我马上过去。前厅里，一位须发花白的老者正在喝茶，见他进来，笑眯眯的拱手：莫夫人。云浅雪扶了扶身，劳烦太医了。老太医捋着胡子，让他伸出手腕诊脉，指尖搭上脉搏的瞬间，云浅雪心跳如鼓。万一诊出我体寒难孕，莫玄渊会不会更坚定休妻的心思？可若是诊出能治，他会不会更热衷努力？他越想越慌，额角都沁出细汗。半晌，老太医收回手，沉吟道：夫人幼时受过寒，气血是有些亏虚，但并非不可调理。云浅雪心头一紧，能治好？老太医笑道：自然，老夫开几副药，夫人按时服用，平日再多进些温补之物，假以时日，必能见效。云浅雪勉强扯出一抹笑，多谢太医。等送走太医，他盯着桌上那几张药方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莫玄渊这是铁了心要让我怀孕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夜里，莫玄渊回来时，云浅雪已经煎好了药，黑褐色的药汁盛在碗里，散发着苦涩的气味。他端着药碗回房，推开门，莫玄渊正在看书，见他进来，目光落在药碗上，眉梢微挑，喝了。云浅雪低声道：太医说要趁热喝。莫玄渊放下书，朝他伸手：给我。他一愣，
下意识递过去，谁知他接过药碗，直接倒进了窗边的花盆里。云浅雪瞪大眼睛，相公。莫玄渊将空碗放回桌上，淡淡道：“你不必喝。”他彻底懵了。可太医说，他抬眼看他，眼神深得让他心颤。你若不想喝，就不喝。云浅雪张了张嘴，一时不知该说什么。他看出来了，看出我不想怀孕。莫玄渊忽然伸手抚上他的脸颊，拇指轻轻擦过他的唇角。浅雪，你想要的，我都会给你。他的声音很轻，却让他心头狠狠一颤。我想要的，我想要休书，想要回家，你也会给吗？云浅雪垂下眼，不敢与他对视。莫玄渊收回手，转身走向书桌，从抽屉里取出那张休书，递给他。这个也是给你的。云浅雪呼吸一滞，手指微微发抖的接过，展开一看，却愣住了。不是休书，而是一张地契。莫玄渊的声音在头顶响起：新买的城西宅子，记在你名下。他抬头，对上他深邃的目光，无论将来如何，他都是你的。云浅雪捏着地契，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。他到底想干什么？手抚千金南宫月登门。那日，云浅雪正在后院摘梅子，青鸾慌慌张张跑来时，他刚踮脚够到一只熟透的梅子，指尖沾着酸甜的汁水。夫人，南宫小姐来了。青鸾结结巴巴道，说是特意来拜访您。云浅雪手一抖，梅子啪嗒掉在地上。终于来了。她拍了拍裙子上的灰尘，嘴角不自觉翘了翘。按照剧情发展，这位首辅千金可是莫玄渊未来正妻的头号人选，今日登门，八成是来探他这个糟糠妻的底细。请南宫小姐稍后，我换身衣裳就去。他温声道，转身往屋里走时，脚步都轻快了几分。青鸾急得直跺脚，夫人，您怎么还笑得出来？那位南宫小姐可是什么？云浅雪回头眨了眨眼，相公如今是探花郎，有人登门拜访在正常。不过青鸾噎住，一脸恨铁不成钢。云浅雪换了一身半旧的灰色衫子，发间只簪了一支木簪，她故意没施脂粉，甚至往眼下抹了点灰，让自己看起来更憔悴些。很好，活脱脱一个寒门糟糠妻的形象。南宫小姐见了，想必会更满意。前厅里，南宫月正端着茶盏，细细打量厅内陈设。听到脚步声，她抬眼望来，云浅雪这才看清她的样貌，杏眼阴唇，肤若凝脂，一身杏黄色襦裙，衬得人如嫩柳扶风，发间一掐丝玉，簪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云浅雪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木簪，差距啊！她扶了扶身，南宫小姐。南宫月放下茶盏，起身还礼，笑容温婉得体。莫夫人，两人落座。南宫月的目光在云浅雪身上轻轻一扫，笑意更深。早听闻莫探花的夫人贤惠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云浅雪低头抿唇，做羞涩状。南宫小姐过奖了，莫夫人不必自谦。南宫月从侍女手中接过一个锦盒，推到她面前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还望夫人笑纳。盒中是一对翡翠镯子，水头极好，一看就价值不菲。云浅雪连忙摆手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南宫月轻笑，夫人何必见外，我大哥与莫探花同在翰林院任职，日后少不得往来。哦嚯，已经开始宣示主权了。云浅雪心里乐开花，面上却露出几分黯然。南宫小姐与相公很熟。南宫月抿唇一笑，眼波流转。莫探花才学过人，常与家父论经谈史，偶尔也会跟着我大哥来府上小坐。云浅雪适时地攥紧了袖子，指尖微微发颤。南宫月见状，语气愈发温和，夫人放心，我今日来只是想与夫人交个朋友。他说着，忽然压低声音，其实我很佩服夫人。云浅雪一愣，佩服我？是啊。南宫月叹了口气，莫探花如今前程似锦，可夫人出身寒微，日后怕是……话未说完，但意思已经很明显。云浅雪眼眶微红，低头不语。南宫月轻轻握住她的手，夫人若有难处，尽管来找我。云浅雪感动的点头，心里却想，这姑娘段位挺高啊，软刀子杀人不见血。送走南宫月，云浅雪立刻原形毕露，翘着腿坐在廊下吃梅子。青鸾急得团团转，夫人，您没听出来吗？那南宫小姐分明是来示威的。云浅雪吐掉眉核，笑眯眯道，示威才好呢。青鸾瞪大眼睛，啊，你想啊。云浅雪压低声音，南宫小姐家世好，相貌好，又对相公有心，这不是天作之合吗？青鸾一脸不可思议，那您呢？我……云浅雪指了指自己，笑得没心没肺，我当然是功成身退啊。话音刚落，身后传来咔嚓一声，莫玄渊不知何时站在廊柱旁，手中的梅枝被生生折断。云浅雪后背一凉，缓缓回头，莫玄渊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眼神冷得吓人。相公回来了。他干笑两声，赶紧站起身。莫玄渊扫了一眼石桌上的梅盒，又看向他，南宫月来过。云浅雪点头，南宫小姐人很好，还送了礼，退了。他冷声道。云浅雪一愣，啊，礼物退回去。莫玄渊一字一顿，以后不许收。云浅雪张了张嘴，还想说什么，莫玄渊已经转身走了。青鸾小声嘀咕，老爷怎么生气了？云浅雪挠挠头，也是一头雾水，他难道不该高兴吗？首辅千金对他有意，还主动来示好，这不是正中他下怀？他想了半天没想通，索性不想了，继续坐下来吃梅子。谁知刚坐下，青鸾又惊呼一声，夫人，老爷又回来了。云浅雪一抬头，果然见莫玄渊去而复返，手里还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汤药，喝了。他把碗往石桌上一放，云浅雪皱眉，你不是说不用喝了吗？莫玄渊盯着他，忽然勾了勾唇角，不是药。他低头一看，碗里盛着深色的汤汁，闻着酸酸甜甜的，这是酸梅汤。莫玄渊淡淡道，解暑的。云浅雪愣住，他特意去煮的。他小心翼翼捧起碗，抿了一口，酸甜适中，还带着淡淡的桂花香，比他之前煮的好喝多了。好喝吗？
他问。云浅雪点点头，好喝。莫玄渊忽然俯身，指尖擦过他唇角沾到的汤渍，低声道：那以后只准喝我煮的。他的气息拂过耳畔，云浅雪耳根一热，差点打翻碗。等莫玄渊再次离开，他才回过神来，摸着发烫的耳朵嘀咕：这人到底什么意思啊？青鸾在一旁捂嘴偷笑：夫人，老爷这是吃醋了呢。云浅雪手一抖，梅子又掉在了地上。南宫月第二次登门时，带了一盒上好的龙井。莫夫人，听说莫大人喜欢喝茶，这是我父亲从江南带回来的明前龙井。他笑吟吟地将茶盒递给云浅雪，指尖上染着淡雅的茉莉香。云浅雪接过茶盒，低头嗅了嗅，一脸诚恳：南宫小姐真是有心了，我家相公确实爱喝茶，投其所好啊，这招不错。接下来是不是该假装不小心洒自己一身水，然后让莫玄渊看见他楚楚可怜的样子？云浅雪眼睛亮晶晶的，甚至有点期待南宫月的下一步动作。南宫月却只是优雅地抿了口茶，忽然轻叹一声：其实今日来是有件事想请莫夫人帮忙。哦，云浅雪立刻竖起耳朵：南宫小姐请说，3日后是家父寿辰，我想请莫大人题一幅字作为贺礼。南宫月微微低头，露出一截雪白的脖颈，只是莫大人近日公务繁忙，我实在不好叨扰。云浅雪恍然大悟，哦，原来是制造独处机会，高，实在是高。她立刻露出善解人意的笑容：南宫小姐放心，我一定转告相公。南宫月眼中闪过一丝得逞的笑意，又很快掩饰住，那就多谢夫人了。临走时，她不小心落下一方绣着兰花的丝帕，云浅雪捡起来，捏着帕子一脚抖了抖，心里直乐。经典桥段之一摞贴身物品，接下来就该是莫玄渊亲自送还，然后两人月下谈心了吧。他美滋滋地把帕子收好，准备晚些时候无意间让莫玄渊看见。傍晚，莫玄渊回来时，云浅雪正在厨房煮绿豆汤，他故意把南宫月的丝帕放在显眼处，还特意折了一个角露出来。相公回来了，他探头招呼，手上动作不停。今日暑气重，我煮了绿豆汤，待会儿。话没说完，莫玄渊已经走到他身后，伸手接过他手里的勺子，我来。云浅雪一愣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他轻轻推到一旁。莫玄渊挽起袖子，露出线条分明的小臂，熟练地搅动锅里的绿豆汤。云浅雪盯着他的侧脸，一时有些恍惚，这男人今天怎么有闲情下厨？他正发呆，忽然听见莫玄渊问：今日有人来过？云浅雪心头一跳，立刻想起正事啊，对了，南宫小姐又来了，还带了上好的龙井，说是送给相公的。莫玄渊嗨了一声，神色不变。还有呢？哦，他还说3日后是南宫大人寿辰，想请相公务必赏光，去题一幅字。云浅雪边说边偷瞄他的反应。莫玄渊搅汤的动作顿了顿，忽然转头看他：你希望我去？云浅雪被问得猝不及防，结结巴巴道：我觉得南宫小姐一片孝心，相公若是有空，好。莫玄渊打断他：我去。云浅雪瞪大眼睛，这么爽快，他果然对南宫月有意思。他心里莫名有点堵，但很快又释然了，这不正是他想要的吗？正想着，莫玄渊忽然从袖中掏出一物，递到他面前：你的。云浅雪低头一看，正是南宫月不小心落下的丝帕，他赶紧摆手：不是我的，是南宫小姐落下的。莫玄渊眼神一冷，二话不说，直接把帕子扔进了灶堂，火苗呼地窜起，丝帕瞬间化为灰烬。云浅雪目瞪口呆：相公。莫玄渊面不改色：既然不是你的，留着无用。云浅雪，这什么神操作？怎么跟宅斗剧演的不一样？3日后，南宫府寿宴。云浅雪原本没打算去，谁知一大早，莫玄渊就站在床头，手里拿着一套崭新的衣裙，换上。他淡淡道：一起去。云浅雪抱着被子，一脸茫然：我也去。莫玄渊挑眉：你不是一直想看看南宫府的荷花？云浅雪更懵了，他什么时候说过？但没等他反应过来，莫玄渊已经转身出去了，只丢下一句：辰时出发。云浅雪抓了抓头发，百思不得其解，他带我去干嘛？不怕南宫月吃醋吗？直到两人进了南宫府，云浅雪更是懵逼状态，南宫府根本没有荷花池。相公，他小声拽了拽莫玄渊的袖子：你是不是记错了？我没说过想看荷花啊。莫玄渊低头看他，唇角微勾：现在不想看了。云浅雪，好家伙，在这等着我呢。他总算明白了，莫玄渊是故意的，他故意带他来，就是要让南宫月知道他是有家室的人。云浅雪心里一阵无语：大哥，你这样我还怎么被休啊？宴席上，南宫月见到云浅雪时，脸上的笑容明显僵了一瞬，但很快又恢复如常。莫夫人也来了，她亲热地挽住云浅雪的手：正好，我院子里新养了几尾锦鲤，夫人可有兴趣一观？云浅雪正要答应，莫玄渊却突然插话：不必了，他怕鱼。云浅雪，我怕鱼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南宫月笑容勉强：那去听戏如何？今日请了金陵最好的戏班子。莫玄渊，他不爱听戏。云浅雪，南宫月还不死心，不如去尝尝厨房新做的点心。莫玄渊，他忌甜食。云浅雪实在忍不住了，在桌下狠狠踩了他一脚。莫玄渊面不改色，反手握住他的手腕，拇指在他掌心轻轻一刮，痒得他差点跳起来。南宫月看着两人交握的手，脸上的笑容终于挂不住了。回府的马车上，云浅雪终于憋不住了：相公，我什么时候怕鱼了？还有，我明明最爱吃甜食。莫玄渊闭目养神，闻言只是淡淡道：现在开始怕了。云浅雪气得想咬人。莫玄渊忽然睁开眼，目光灼灼地看着他：浅雪，你很想让我和南宫月独处？云浅雪心头一跳，赶紧摇头：没有，我就是觉得南宫小姐人挺好的。是吗？莫玄渊忽然凑近，呼吸拂过他的耳垂：那为什么一直掐自己手心？云浅雪这才发现自己不知何时攥紧了拳头，指甲都快陷进肉里了。他慌忙松开手，强笑道：天热，有点心烦。莫玄渊盯着他看了许久，忽然轻笑一声，抬手揉了揉他的发顶：傻。云浅雪，到底谁傻啊？我这都是为了任务好吗？他气鼓鼓地扭头看窗外，没注意到莫玄渊眼中一闪而过的笑意。莫玄渊发现云浅雪最近总在偷偷收拾东西，起初是一件半旧的襦裙，然后是几块绣了一半的帕子，最后连他最常用的木梳也不见了。东西一样样消失，却不见他添置新的，仿佛在一点点抹去自己存在过的痕迹。他站在书房窗前，看着云浅雪在院子里晒被单，纤细的身影在阳光下忙忙碌碌，时不时还哼两句不成调的小曲儿。他在高兴什么？为什么看起来
像是随时准备离开。莫玄渊眸色渐深，指节无意识地敲击着窗棂。晚膳时，云浅雪照例给莫玄渊盛了碗鸡汤。相公，近日公务繁忙，多补补身子。他温声道，将汤碗轻轻推到他面前。莫玄渊没动，只是忽然问浅雪，你可有什么心愿？云浅雪筷子一顿，抬头看他，心愿很。莫玄渊目光沉沉，比如想去什么地方，或者想要什么东西。来了，这是要开条件让我主动提和离吗？云浅雪心跳加速，强压住上扬的嘴角，低头做思考状。我没什么想要的。莫玄渊眯了眯眼，真的。他抬起头，露出一个温婉的笑，只要相公安好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莫玄渊盯着他看了许久，忽然轻笑一声，是吗？那笑声让云浅雪后背发凉。夜里，云浅雪睡得正熟，忽然被一阵鼾声惊醒，她迷迷糊糊睁开眼，借着月光看见莫玄渊正站在她的衣柜前，修长的手指拨弄着她的衣物。相公，他揉着眼睛坐起来，你在找什么？莫玄渊动作一顿，转身时手里拿着他藏好的包袱，里面装着他偷偷收拾的细软和几件换洗衣裳。云浅雪瞬间清醒，冷汗涔，完了。莫玄渊慢条斯理地解开包袱，一件件查看里面的东西。这件襦裙是你去年生辰时我送的。他拎起一件淡青色的裙子，语气平静，不喜欢了。云浅雪喉咙发紧，不是，这帕子上的花样是你一针一线绣的。他又拿起一块绣着兰花的帕子，要送给谁？我。莫玄渊忽然走到床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浅雪，你在准备什么？月光从窗外洒进来，照在他半边脸上，显得格外冷峻。云浅雪攥紧被角，强作镇定，我只是整理一下旧物，整理到包袱里。他轻笑，眼底却没有温度。是要远行？云浅雪心跳如鼓，急中生智。我想回庄子去看看爹爹。莫玄渊挑眉，云爹前几日才托人来过信，说一切安好，让你少想着回去，安心在京都待着。云浅雪失策了，房间里一时寂静，只剩下两人的呼吸声。良久，莫玄渊忽然在床边坐下，伸手抚上她的脸。浅雪，他声音低沉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云浅雪浑身僵硬，却不敢躲开他的触碰。没有，他小声回答。莫玄渊的拇指轻轻摩挲他的脸颊，眼神深不见底。那为什么？他忽然俯身，薄唇几乎贴着他的耳垂，总想着离开我。云浅雪呼吸一滞，他知道了。他怎么知道的？他张了张嘴，却发不出声音。莫玄渊退开些许，盯着他惊慌的眼睛，忽然叹了口气，睡吧。说完，他将包袱放回衣柜，转身离开了房间。云浅雪呆坐在床上，半天没回过神来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不追究了。他缓缓躺下，却再也睡不着，满脑子都是莫玄渊方才的眼神，那不像是在看妻子，倒像是在看猎物。翌日清晨，云浅雪顶着2个黑眼圈去厨房煮粥。青鸾神秘兮兮地凑过来，夫人，您猜我今早听见什么了？云浅雪心不在焉，什么？老爷让隔壁的陈叔去查一个叫莫茂的人。青鸾压低声音，听说那人最近总在咱们府外转悠，行迹可疑。云浅雪手一抖，勺子掉进锅里。莫茂，那不是前几日来送柴的樵夫吗？他忽然想起，那天他确实和莫茂多说了几句话，还夸他家的柴火干燥好烧。莫玄渊该不会以为？云浅雪眼前一黑。午饭后，莫玄渊破天荒地在家休沐，云浅雪战战兢兢地给他沏茶，生怕他提起昨晚的事。谁知莫玄渊只是接过茶盏，忽然问浅雪，你可认得莫茂？云浅雪手一抖，茶水溅了几滴在桌上，就是送柴的那个。他结结巴巴道，怎么了？莫玄渊慢条斯理地品了口茶，没什么，随口问问。他放下茶盏，忽然从袖中取出一物，推到他面前，是一只精致的银簪，簪头雕着栩栩如生的牡丹，给你的。他淡淡道。云浅雪愣住了，这不喜欢。莫玄渊挑眉，不是。他赶紧摇头，只是为什么突然送我这个？莫玄渊看着他，忽然伸手将簪子轻轻插进他的发髻，因为他指尖流连在他的鬓角，声音低沉，你戴着好看。云浅雪耳根发烫，心跳乱了几拍，这男人到底想干什么？一边调查他的情夫，一边又送首饰，他正混乱着，忽听莫玄渊又道，对了，3日后我要去趟城郊的庄子，你随我一同去。云浅雪下意识问，去多久？莫玄渊眸色一深，怎么急着回来？不是。他赶紧摆手，我就是问问。莫玄渊忽然凑近，近到他能闻到他身上清冷的檀木香。浅雪，他低声道，温热的气息拂过他的唇，别想着逃。云浅雪浑身僵住，连呼吸都忘了，直到莫玄渊离开许久，他才缓缓抬手摸了摸自己狂跳的心口，完了，好像被盯上了。这日，云浅雪正坐在院子里剥莲子，青鸾小跑着进来，脸上掩不住的喜色。夫人，老爷升官了，翰林院侍讲，正五品。云浅雪指尖一顿，莲子啪嗒掉回碗里。这么快？他喃喃道，这才多久？按照这个速度，再过半年，他岂不是要入阁了？可我的休书呢？青鸾还在兴奋地絮叨，听说这次是首府大人亲自举荐的，外头都说咱老爷前途无量呢。云浅雪勉强扯出一抹笑，是啊，相公真厉害。他低头继续剥莲子，心里却开始发愁。莫玄渊升官是好事，可自从上次包袱事件后，他非但没冷落他，反而变本加厉，每日下职回来，不是带些零嘴蜜饯，就是送些首饰布料。更可怕的是，他看他的眼神越来越露骨，有时候他半夜醒来，会发现他根本没睡，就那么直勾勾地盯着他，吓得他毛骨悚然。夫人，青鸾见他发呆，小声唤道，您不高兴吗？云浅雪回神，叹了口气，高兴，当然高兴，高兴得想哭。莫玄渊升官后，果然更忙了，有时天不亮就出门，深夜才回来，身上还时常带着酒气。云浅雪表面上温言软语的伺候，心里却乐开了花。忙点好啊，忙了就没空盯着我了。更让他欣慰的是，那位南宫月小姐似乎也消停了，再没来府上拜访。云浅雪起初还松了口气，可日子一长，她又开始着急。这南宫小姐怎么回事？说好的贵女夺夫戏马呢？我这个正妻还等着被逼退位呢。某日午后，云浅雪实在按捺不住，假装不经意地问青鸾，最近怎么不见南宫小姐来了？青鸾撇嘴，听说南宫大人给她相看了户部侍郎家的公子，这几日正忙着相看呢。云浅雪手里的绣花针差点戳到手指，什么？这就放弃了？莫玄渊
渊这样的优质股，他居然半途而废。云浅雪痛心疾首，恨不得亲自去给南宫月支招。这时候应该装病啊，然后让莫玄渊去探病，再趁机表白，再不然就设计落水，让他英雄救美。他越想越气，手里的帕子都快拧成了麻花。青鸾奇怪地看着他，夫人，您怎么了？云浅雪深吸一口气，强作镇定，没事，我就是替南宫小姐高兴。高兴个鬼，我的修书大计要泡汤了。当晚，莫玄渊难得回来的早，云浅雪正在小厨房煮醒酒汤，忽然被人从背后环住腰，相公，他手一抖，勺子差点掉进锅里。莫玄渊的下巴抵在他肩上，呼吸间带着淡淡的酒气。煮什么？醒酒汤。他缩了缩脖子，想躲开他的气息。马上好了。莫玄渊却不动，手臂收得更紧了些。今日有人来府上吗？云浅雪心头一跳，没有啊，是吗？他轻笑，唇几乎贴着他的耳垂。那夫人为何一直打听南宫小姐的事？云浅雪浑身僵住，他怎么知道的？青鸾那个小叛徒。他干笑两声，我就是随口问问。莫玄渊忽然扳过他的身子，迫使他面对自己。他的眸子在烛光下黑得发亮，像是能看透他的心思。夫人，似乎他拇指摩挲着他的下巴，声音低沉，很关心南宫小姐的婚事。云浅雪心跳如鼓，强作镇定。相公说笑了，我只是觉得南宫小姐家世好，又知书达理，所以。莫玄渊挑眉，所以。云浅雪一咬牙，豁出去了。相公若是喜欢，娶了她也未尝不可。话音刚落，莫玄渊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。夫人真是贤惠。他松开她，语气平静的可怕。既如此，明日我便去南宫府提亲。云浅雪心头一喜，还没来得及恭喜，又听他补充道。不过，莫玄渊忽然俯身，薄唇几乎贴上他的，我要娶的是平妻。云浅雪瞪大眼睛，平妻？他轻描淡写的说，夫人既然这么大度，想必不会介意与南宫小姐姐妹相称吧？云浅雪，平妻？我才不要平妻，我是要休书。他急得脱口而出，不行。莫玄渊眸色一深，为何不行？因为云浅雪绞尽脑汁，因为南宫小姐金枝玉叶，怎么能委屈做平妻？莫玄渊盯着他看了许久，忽然笑了，那笑容让云浅雪毛骨悚然。夫人，他慢条斯理地抚过她的发丝，你似乎很着急让我娶别人。云浅雪咽了咽口水，我没有，是吗？莫玄渊忽然一把将他打横抱起，相公。云浅雪惊慌失措，醒酒汤还没好，不急。莫玄渊大步走向卧房，声音低沉，今晚我们有的是时间慢慢聊。云浅雪，救命！南宫月再次登门时，云浅雪差点喜极而泣。南宫小姐，她热情地迎上去，比见了亲姐妹还亲，快请进。南宫月被他这突如其来的热情弄得一愣，随即露出得体的微笑。莫夫人，叨扰了。云浅雪亲自给他斟茶，眼角余光瞥见南宫月今日特意打扮过，一袭粉色罗裙，发间一直蕾丝金步摇，衬得人比花娇。好，有斗志，这才像个合格的女配。南宫小姐近日可好？云浅雪笑眯眯地问。听说府上在议亲。南宫月笑容僵了一瞬，随即轻叹，父母之命罢了。我心中，他欲言又止，眼波流转间尽是愁绪。云浅雪立刻会意，压低声音道：南宫小姐可是心有所属？南宫月低头抿唇，羞怯地点了点头，漂亮，这就对了。云浅雪激动得差点拍大腿，赶紧趁热打铁。其实我家相公啊，最喜欢。他故意顿了顿，左右看看，确认四下无人，才神秘兮兮地凑近，承西王记的桂花糕。南宫月眼睛一亮，当真？千真万确。云浅雪一脸诚恳，他每次路过都要买，只是碍于面子，从不承认，才怪。莫玄渊最讨厌甜食，吃了会皱眉，一整天。南宫月如获至宝，连忙记下。云浅雪又不经意透露了几条独家情报：相公批公文时喜欢喝云雾茶，太浓了会头疼。其实是莫玄渊嫌云雾茶太淡，只喝最浓的普洱。他欣赏女子抚琴，尤其爱阳关三叠。实际上莫玄渊最烦琴声，觉得吵得没法思考。南宫月一一记下，临走时感激地握住云浅雪的手。莫夫人真是菩萨心肠。云浅雪谦虚地摆摆手，哪里，祝南宫小姐心想事成，快点按照我说的做，引起我相公的注意，快点把我相公撬走吧，我等休书，等的花都谢了。当晚，莫玄渊回来的比平日更晚，云浅雪已经睡下，迷迷糊糊间感觉有人上了床，带着夜露的凉意将他搂进怀里。相公，他含糊地唤了一声。莫玄渊了一声，手指绕着他的发丝。今日南宫月来了。云浅雪瞬间清醒，强装镇定。是啊，来坐，聊了什么？他的声音很轻，却带着不容回避的力度。云浅雪咽了咽口水，就闲聊女儿家的私房话。莫玄渊低笑一声，忽然从袖中取出一个油纸包，放在他枕边。云浅雪借着月光一看，是王记的桂花糕。他头皮一麻，这是南宫小姐特意送到翰林院的。莫玄渊慢条斯理地说是有人告诉他我爱吃这个。云浅雪完了，翻车了。莫玄渊捏起一块桂花糕，递到他唇边，夫人尝尝。云浅雪硬着头皮咬了一小口，甜腻的味道让他差点吐出来。好吃吗？他问。还行。莫玄渊忽然俯身舔去他唇角的糖渍，撒谎。云浅雪浑身僵住，我从不吃甜食。他的唇贴着他的耳垂，声音低沉，夫人为何要骗南宫小姐？云浅雪急中生智，我看南宫小姐一片痴心，不忍心让她失望，是吗？莫玄渊的手抚上她的腰，轻轻一掐。那夫人知不知道，我今日喝了3壶云雾茶，听了半个时辰的阳关三叠。云浅雪要死。莫玄渊的唇沿着她的脖颈游移，声音带着危险的笑意。夫人似乎很热衷于给我牵红线。云浅雪缩了缩脖子，强笑道，我只是觉得南宫小姐和相公很般配。般配？莫玄渊忽然咬了他锁骨一口，疼得他轻呼出声。那这样呢？他的手掌探入他的衣襟，还觉得般配吗？云浅雪又疼又痒，眼泪都快出来了。不般配了。莫玄渊这才满意的松开他，却仍将他牢牢锁在怀里。浅雪，他忽然正色道，最近不要单独出门。云浅雪一愣，为什么？听话。他的眼神深不见底，就当是为了我。云浅雪心头一颤，隐约觉得似乎有什么事情要发生。翌日清晨，云浅雪醒来时，莫玄渊已经出门了。他在院墙边浇花，忽然一块小石头扔了进来，带着张自
条40，城南绸缎庄，独自来。南宫云浅雪眼睛一亮，南宫月这是要行动了，好机会！她赶紧梳洗打扮，又特意挑了件半旧的衣裳，看起来粗鄙不堪。青鸾担忧地问：“夫人真要去见南宫小姐？老爷不是说无妨？”云浅雪摆摆手：“我与南宫小姐说好了，只是去挑料子，才怪！我这是要去助宫女配上位。城南绸缎庄是京城最大的布庄，达官显贵的女眷常来光顾。”云浅雪到的时候，南宫月已经在雅间等候多时。莫夫人，南宫月起身相迎，笑容温婉，冒昧相邀，还望见谅。云浅雪摆摆手：“南宫小姐客气了，不知今日唤我来是？”南宫月忽然红了眼眶：“我实在走投无路了。”他说着，从袖中取出一封信，递给云浅雪：“这是家父给莫大人的，说是要举荐他入户部。”云浅雪心头一跳，户部那可是肥缺，等等，这不是正中莫玄渊下怀吗？他强压住兴奋，故作疑惑：“这是好事啊，南宫小姐为何？可家父有个条件。”南宫月咬唇：“他要莫大人休妻另娶。”云浅雪差点笑出声：“来了，经典桥段之政治联姻换前途。”他立刻露出渲然欲泣的表情：“这怎么可以？”南宫月握住他的手，情真意切：“莫夫人，我知你与莫大人情深意重，可这毕竟是他的前程啊。”云浅雪低头抹泪，实则拼命忍住上扬的嘴角：“那南宫小姐的意思是，不如这样。”南宫月压低声音：“你主动提出和我让父亲多给你些补偿，保你后半生无忧。”云浅雪痛苦地思索良久，终于艰难地点了点头：“好，为了相公的前程，我愿意。”南宫月大喜：“莫夫人深明大义，我这就去安排。”说罢塞了个香囊到云浅雪手里，鼓鼓囊囊的，他匆匆离去。云浅雪终于忍不住，捂着嘴笑出了声：“成了，终于要解脱了。”他美滋滋地走出绸缎庄，完全没注意到对面茶楼里一道冰冷的目光正注视着他。莫玄渊站在窗前，手中捏着一封密信，眼神阴沉的可怕：“大人要跟上夫人吗？”身后的侍卫低声问。莫玄渊缓缓摇头：“不必。”备马。莫玄渊冷声道：“去大理寺。”侍卫一愣：“那夫人那边？”莫玄渊眸色深沉，派人暗中保护。他最后看了眼云浅雪欢快的背影，转身离去。云浅雪捏着南宫月塞给他的银票，心里盘算着等莫玄渊休了自己后该去哪儿逍遥几天。他哼着小曲儿踏进院门，却发现气氛不对。青鸾站在廊下，一个劲儿朝他使眼色。“夫人。”青鸾小声道：“老爷回来了，在书房等您。”云浅雪心头一跳，莫玄渊这个时辰本该在翰林院当值，突然回来准没好事。他整了整衣襟，故作镇定地往书房去。推开门，莫玄渊正站在窗前，逆光中看不清表情。桌上摊着一本账册，旁边放着。他倒吸一口冷气，正是他藏在装匣底层的包袱。相公今日回来的早，他强笑道。莫玄渊转身，指尖敲了敲账册：“城南绸缎庄，雅间一个时辰，花费2两银子。”他抬眼看他：“夫人去见谁了？”云浅雪后背沁出冷汗，他早该想到，如今莫玄渊有了官职，暗中盯着他的人不知多少，自己这点小动作哪瞒得过？南宫小姐约我调料子，是吗？莫玄渊从袖中掏出一张纸，那这又是什么？云浅雪定睛一看，差点昏过去，是南宫月写给他的字条，上面明明白白写着“和离后赠田宅2处”。他摸了摸腰间的钱袋子，果然空了。莫玄渊忽然逼近，身上清冷的檀木香裹挟着压迫感。夫人就真这么急着把我推给别人？云浅雪急中生智，眼泪说来就来，我是怕耽误相公前程。南宫小姐说首府大人要举荐你入礼部，南宫大人确实要举荐我。莫玄渊冷笑，但不是因为南宫月，而是因为我能帮他扳倒莫尚书。云浅雪愣住，这剧情怎么跟他想的不一样？莫玄渊忽然又掐住他的下巴，你以为首府为何对我轻言有加？他拇指摩挲着他的唇，因为我手里有莫家贪腐的实证，而莫尚书，他声音骤冷，正是当年构陷我全家的元凶。窗外惊雷炸响，云浅雪这才发现莫玄渊眼中有血丝，官服下摆沾着泥水，像是刚从什么地方急奔回来。今日莫家死士埋伏在绸缎庄附近。他松开手，从怀中取出一枚带血的暗器，扔在桌上。夫人若再去见南宫月，云浅雪腿一软，被他拦腰扶住。相公早就派人跟着我。莫玄渊不答，只将一块东西塞进他手心。新宅的钥匙3进院子，离翰林院近。他顿了顿，陈管事明日到任，出门务必让他跟着。这哪是管事，分明是看守。云浅雪攥着钥匙，突然反应过来，你要搬宅子，那南宫小姐，南宫月的父亲是同盟，他本人。莫玄渊轻蔑地扯了扯嘴角，不过是个自作聪明的小姑娘。他忽然俯身，气息拂过他耳垂，夫人若实在闲得慌，不如想想怎么布置新宅。云浅雪被他圈在书案前，鼻尖全是他的气息，这距离太危险。他慌忙找话题，那莫家的事快了。莫玄渊眸中闪过一丝狠厉，秋烈在即，莫家该还债了。窗外雨势渐大，他突然打横抱起他，今晚我宿在主屋。云浅雪惊呼，可你明日不是要早朝，所以夫人最好安静些。他踹开卧房门，在他耳边低笑，否则青鸾会听见。雨打窗棂的声响盖住了云浅雪的抗议，他迷迷糊糊想着，这剧情怎么越走越偏？说好的休妻呢？说好的回现代呢？而莫玄渊望着怀中人绯红的脸颊，眼神暗了暗，猎物既然进了笼，哪有放走的道理？次日清晨，云浅雪揉着酸痛的腰肢起身，发现枕边多了张地契，城南最繁华地段的铺面，赫然写着他的名字。青鸾端着热水进来，喜气洋洋，夫人不知道吧？老爷天没亮就去上朝了，临走时特意交代，说你想开绣坊还是点心铺都行。云浅雪捏着地契发呆，这算什么？打一巴掌给个甜枣。陈管事来了。青鸾朝门外努努嘴，带着4个丫鬟2个婆子，说是给夫人挑的。云浅雪探头一看，差点气笑。那管事5大3粗，眼神锐利得像鹰，哪像寻常家仆，分明是莫玄渊安插的眼线。他咬牙切齿地展开地契，突然发现背面有一行小字：莫玄渊。他气得把地契拍在桌子上。南宫月将茶盏重重搁在案几上，茶水溅湿了绣着金线的袖口。混账！他压低声音呵斥跪在地上的丫鬟，不是说那云氏收了银票就会主动提和离吗？这都几日了，怎么半点动静都没有？丫鬟瑟瑟发抖，小姐，奴婢确实亲眼看见莫夫人收了您的银票，那她为何还不滚？南宫月猛地站起身，在闺房里来回踱步。他这几日过得实在憋屈，
父亲突然改了主意，不仅不再支持他接近莫玄渊，反倒开始给他相看其他世家公子。昨日兵部侍郎家的嫡子来府上做客，那副色眯眯的模样，看得他险些把隔夜饭吐出来。莫玄渊那边呢？他突然转身问道。丫鬟吞吞吐吐，莫大人近日搬了新宅，据说还特意给夫人置办了绣庄和点心铺子。南宫月眼前一黑，这算什么？我出钱让云浅雪滚蛋，结果那女人非但没走，反倒得了更多好处。他气得一把扫落妆台上的胭脂水粉，瓷瓶砸在地上，发出清脆的碎裂声，就像他岌岌可危的耐心。他咬牙道：“我要去见父亲。”书房里，南宫首府正在批阅公文，见女儿闯进来，他头也不抬。若是为了莫玄渊的事，就不必开口了。南宫月红了眼眶：“父亲，您明明答应过我，答应的是与他合作，不是把女儿倒贴给他。”南宫首府重重放下毛笔，莫家倒台在即，莫玄渊这枚棋子已经用老了，此人城府太深，你驾驭不住。南宫月不服，可他对那屠夫之女正是如此，才可怕。南宫首府冷笑：“一个能把杀父之仇隐忍6年的人，会对个村妇真情实意？那云氏不过是他用来麻痹外界的幌子。”他起身拍了拍女儿的肩膀：“下月陈国公府赏花宴，你好好准备。莫玄渊那边不必再费心思了。”南宫月攥紧帕子，指甲几乎要戳破绸缎。不，他不甘心。当夜，南宫月做了个大胆的决定，他换上丫鬟的衣裳，偷偷溜出府，直奔城南一家不起眼的药铺。姑娘要什么？掌柜的眯着眼打量他。南宫月压低声音：“有没有能让女子无法生育的药？”掌柜的露出意味深长的笑：“有倒是有，只是价钱。”他拍下一锭银子：“药快，药无色无味。”半刻钟后，南宫月揣着药包消失在夜色中。既然云浅雪不识相，就别怪我心狠。等那村妇永远生不出孩子，看莫玄渊还能宠她多久。与此同时，莫府新宅，云浅雪正被莫玄渊按在榻上灌药。呼，他皱着脸躲开药碗，这厮不知道怎么回事又改主意了。之前还说他不想喝就不喝的，果然男人的嘴骗人的鬼。莫玄渊单手扣住他2只手腕，语气不容置疑：“太医说了，连服2月才有效，那老头肯定被你收买了。”云浅雪挣扎无果，气得踹他：“哪有药非得半夜喝的？”莫玄渊轻松制住他的腿，突然仰头含住药汁，俯身渡进他嘴里。云浅雪被呛得直咳嗽，唇齿间全是苦味。待回过神来，发现莫玄渊正用指腹擦他嘴角的药渍，眼神幽深的吓人。他突然扶至心灵：“你是不是特别想要孩子？”莫玄渊动作一顿，云浅雪趁机挣脱，缩到床角：“我警告你，就算喝了药，也不一定能怀上。我小时候掉冰湖里，我知道。”莫玄渊打断他，突然从枕下抽出一本医书，《妇人诸疾论》第3卷，宫寒治法共7种，我们才是到第2种。云浅雪瞪大眼睛，这疯子居然专门去研究这个，为什么？他忍不住问：“以你现在的身份，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何必？”莫玄渊突然将他拽进怀里，手掌贴在他小腹上：“因为我只想要你生的。”云浅雪浑身僵住，窗外传来打更声。莫玄渊吹灭蜡烛，将他按进被褥：“睡吧，明日陈管事带你去挑绣庄的布料。”云浅雪在黑暗中眨眨眼，不对劲，这男人突然对我百依顺，连出门都准了，肯定有诈。他偷偷抬头，借着月光打量莫玄渊的睡颜，高挺的鼻梁，薄而锋利的唇，睫毛在眼下投出浅浅的阴影，明明生的一副薄情相，偏对他纠缠不休。云浅雪鬼使神差的伸手，却在即将触碰他脸颊时猛地缩回。不行，再这样下去，我真要舍不得走了。他翻了个身，没看见身后人悄然勾起的嘴角。莫玄渊从大理寺出来时，已是3更天，夜风卷着初秋的凉意掠过衣袍，他揉了揉眉心，袖中密折上的朱砂披红，仿佛还在眼前灼烧。莫氏罪证已去，秋后问斩，6年隐忍，终于等到这一天。本该痛快畅饮的夜晚，他却只想回府，回那个有他的地方。莫府西厢还亮着灯，云浅雪趴在书案上睡着了，手边摊着本账册，墨迹未干。莫玄渊轻手轻脚走近，发现是他给绣庄列的进货单子，字迹歪歪扭扭，像蚯蚓爬。他总说自己是屠夫女不识字，却不知他早看穿他，刻意藏拙。烛火，啪，地爆了个灯花。云浅雪睫毛颤了颤，迷迷糊糊抬头，相公。他睡眼惺忪的模样让莫玄渊心间发软。3年多前那个雪夜，他高烧昏迷时睁开眼，看到的也是这样的眼神，困得睁不开，却还强撑着给他换额帕和喂药。怎么不去床上睡？他解下大裹住他。云浅雪顺势靠近他怀里，鼻尖蹭到他衣襟上的夜露。等你啊！这撒娇般的3个字让莫玄渊喉头发紧，明知他可能又在演戏，心脏却不受控制的狂跳。烛光下，他后颈露出一小块淡色疤痕。莫玄渊指尖抚上去，想起他说这是他当年在冰湖里救弟弟时留下的，那时他不过8、9岁，怎么有勇气跳进刺骨的冰水？痒！云浅雪缩了缩脖子，突然想起什么。对了，陈管事说你要改建后院。莫玄渊嘿了一声，手指绕着他的发丝，挖个池塘，种你喜欢的睡莲。不要池塘。云浅雪转身，眼睛亮晶晶的，搭个葡萄架吧，夏天能乘凉，秋天还能吃葡萄。他比划着，腕上玉镯叮当响，是去年他送的生辰礼。他嘴上嫌俗气，却日日带着。莫玄渊忽然扣住他的手腕，将人抱到膝上。好，1个字，裹着太多说不出口的承诺。夜更深时，云浅雪睡熟了，莫玄渊轻轻拨开他额前碎发，借着月光描摹他的轮廓。3年来，这张脸早已刻进骨血，可偶尔午夜梦回，他仍会惊惶地摸向身侧，直到确认他还在才安心。他想起出狱那日，那时的他名为莫玄渊，是流亡3年的君家遗孤，早忘了被人惦记的滋味。再后来饥寒交迫的他，倒在了一家肉铺的门口。莫玄渊眸色转暗，再后来他发现他的关怀像良好的温度，多一分怕他误会，少一分怕人起疑。他替他缝衣煮茶，眼神却总飘向远方，仿佛在透过他看什么人。有次他装睡，听见他对着月亮嘀咕：“再忍忍，快结束了。”那一刻，杀意与欲念同时翻涌，他想掐着他脖子问个明白，又想不管不顾的占有，让他眼里只能剩下自己的影子。最终他只是翻了个身，假装梦一般唤他浅雪。他立刻换上温柔假面，轻拍他后背：“睡吧，我在。”多可笑，明知是戏，他却上瘾。云浅雪在梦中皱眉，往他怀里钻了钻。莫玄渊收拢手臂，掌心贴在他后腰。太医说他
她宫寒难孕，她却暗下决心抓紧时间治好她。若真有了孩子，她怕是舍不得走了。月光漫过窗棂，她忽然想起昨日在首府府南宫大人意味深长的话：君公子大仇将报，也该考虑子嗣了。南宫家女虽愚钝，好歹出身清白，不必强求。她当时喝了口茶，继续说道：君家早就都死在6年前那场大火里，如今活着的莫玄渊只想守着一轮偷来的月光。怀中的云浅雪突然一语君临，莫玄渊浑身僵住，他怎么会知道这个名字？云浅雪却只是咂咂嘴，含糊的咕哝：几粒桂圆够啊。莫玄渊哑然失笑，低头咬他鼻尖，小没良心的。罢了，管他是真心还是假意，既然闯进他的世界，就别想全身而退。窗外启明星亮起，他吻了吻他睡颜，轻声呢喃：你想要的我都会给，除了自由。云浅雪坐在铜镜前，指尖轻轻描摹着镜中人的轮廓。4年的时光，这张脸已经熟悉的像是他自己的，略淡的眉，圆润的杏眼，鼻尖上一颗小小的痣。可每当夜深人静时，他还是会恍惚，仿佛镜子里映出的仍是那个现代女孩的脸，染成栗色的波浪长发，右耳上3枚闪亮的耳钉，笑起来时眼角会挤出俏皮的细纹。夫人，水要凉了。青鸾轻声提醒。云浅雪回神，将帕子浸入铜盆，温水漫过手腕。她忽然想起现实世界里，她还一直躺在医院病床上。爸妈现在怎么样了？医生说植物人也有听觉，他们是不是每天都在病床前说话？陆修远，他真的一直守着吗？帕子拧得太用力，水珠滴滴答答砸在妆台上。夫人今日想梳什么发髻？青鸾拿起梳子，老爷新送的那只珍珠不摇可要戴上。云浅雪看着妆匣里熠熠生辉的首饰，每一件都是莫玄渊亲手挑的。那个男人明明公务繁忙，却总记得他随口提过的小喜好，说城南的蜜饯好吃。第二天桌上就多了一匣子，抱怨绣线不够鲜亮，隔日便有西域来的金丝线摆在案头，简单些就好。他轻声说，却在青鸾转身时，鬼使神差地摸出那只步摇，悄悄插在发间。镜中的女子温婉端庄，唯有眼底藏着说不清的挣扎。午后，云浅雪在葡萄架下绣花，莫玄渊命人搭的架子已经爬满新藤，嫩绿的叶子在风中沙沙作响。他盯着那些藤蔓出神。现实世界里，妈妈最爱在阳台上种葡萄，每到夏天就念叨着要给她酿葡萄酒。系统，他在心里默念：如果我选择留下，现实世界的我会怎样？久违的机械音响起，植物人状态将持续，直至生命体征消失。备注：当前世界与原生世界时间流速比为8费。针尖刺破指尖，血珠切在袖绷上，像一粒朱砂痣。爸妈已经承受了6个月的煎熬，怎么这么不小心？温热的掌心突然包裹住他的手指。莫玄渊不知何时回来了，正蹙眉盯着他指尖的伤口。没事，他下意识要抽手，却被他握得更紧。莫玄渊低头含住他的指尖，舌尖轻轻掠过那点殷红。云浅雪浑身一颤，熟悉的酥麻感从脊背窜上来。这具身体早已背叛他的理智，对他每一个触碰都缴械投降。药香在，不必。他打断他，从袖中取出个小瓷瓶，随身带着的白玉般的药膏抹在伤口上，清凉沁人。云浅雪怔怔望着他低垂的睫毛，忽然想起陆修远，那个总爱穿白大褂的医学生男友，也会这样小心翼翼地给他处理伤口，嘴里还要念叨怎么这么笨，疼。莫玄渊抬头发现他眼眶发红，云浅雪慌忙摇头，灰尘迷了眼。他静静看他片刻，忽然伸手抚上他的脸。浅雪，你最近总是走神。指尖的温度烫得他心间发颤。接近4年的朝夕相处，这个男人早已摸透他每一个小动作，捻衣角是心虚，眨眼过快是撒谎，而此刻他僵直的背脊分明在抗拒他的靠近。可能是天热，他偏头躲开他的手，假装整理绣线。相公今日怎么回来的这样早？莫玄渊收回手，眼神暗了暗。大理寺结案了，莫家那个案子，他轻描淡写，秋后问斩。云浅雪指尖一抖，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莫玄渊大仇得报，接下来就该是平步青云，娶名门贵女，而他这个糟糠妻，今晚庆祝一下。莫玄渊突然说，我让厨房做了你爱的鲈鱼。他起身时，衣摆扫过他的膝头，淡淡的檀木香萦绕不散。云浅雪望着他的背影，突然很想冲上去问个明白，你到底要不要休了我？可他只是低头，将染血的袖绷藏进袖中。夜深人静，云浅雪睁着眼看帐顶，莫玄渊睡得很沉，手臂牢牢圈着他的腰。自从发现他半夜会偷偷挪开，他就养成了这个习惯，像怕一松手他就会消失。系统，他在心里问，如果我现在拿到休书，真的能回去吗？系统没有任何回应。云浅雪又在心里喊了他几声，还是没有得到回应。这狗系统，身侧的人突然动了动，将他往怀里带了带。莫玄渊的唇贴在他后颈，呢喃着模糊的梦话，别走。云浅雪僵住了，月光透过纱帐，他看清了床头挂着的东西，那幅他随手涂鸦的葡萄架草图竟被他裱起来。日日相对，现实与虚幻的界限突然模糊。陆修远的脸，爸妈的声音，云霄的身影，闺蜜们吵吵嚷嚷的笑语，全都碎成浮光掠影。唯有身后人的体温，真实的灼人，一滴泪无声滑入鬓角。他终于明白最残忍的惩罚是什么，不是回不去，而是在2个世界都留下了无法割舍的牵挂。云浅雪盯着铜盆里的清水，手指紧紧掐住盆沿。这几日晨起时的恶心，突如其来的疲倦，还有月事迟迟未至。他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，但他不敢让人知道，只能偷偷用冷水拍脸，把那股恶心感强压下去。腹部隐约的坠胀感像把钝刀一点点凌迟着他的神经。怎么会？明明那老太医也说过，他最少要调理个1年半载才有可能。他咬着唇，将染了血丝的帕子藏进妆匣最底层，铜镜里映出一张苍白的脸。云浅雪下意识抚上小腹，那里还平坦如初，却已有了微妙的异样感。莫玄渊这几日都不在，奉旨出京查案，说是可能要好几天才能回来。也好，趁他不在，若生了这个孩子，恐怕这辈子都走不了。他攥紧了袖中的帕子，指甲几乎要戳破布料。这几日他偷偷翻过医书，知道有些药材可以，可他甚至不敢去药铺，生怕被陈管事发现端倪。系统，他在心里默喊，怀孕会影响任务吗？没有回应。快点出来，给我换点堕胎药。依旧没有回应。这该死的系统总是神出鬼没，从不肯给他一个痛快。正当他气恼着，准备更衣上床之际，夫人青鸾突然跌跌撞撞冲进来，脸色煞白。不好了，我刚偷听到管事的说咱老爷在城郊遇袭，现在下落不明。铜盆咣当翻倒在地，水渍漫过绣鞋，
云浅雪耳边嗡嗡作响，只看见青鸾的嘴一张一合，管事的正准备带人去找，说是墨家余孽狗急跳墙被马。他听见自己说，声音冷静的可怕。青鸾瞪大眼睛，夫人，您不能。云浅雪已经冲进卧房，从袖篮里抓起一把剪刀往外冲。陈管事刚好赶来，正要劝阻，带我去。他手很稳，刀刃抵在自己的咽喉上，压出一道血线，否则我现在就死在这儿。陈管事瞳孔骤缩，终于点了点头。一轮圆月高悬，照亮了官道，马蹄声如雷。云浅雪死死抓着缰绳，腹中隐隐作痛，也顾不得了。他从未如此清晰地意识到，他不能失去莫玄渊，绝对不能。密林深处传来兵刃相接的声音，云浅雪跳下马背，不顾陈管事的阻拦，往前冲去。隐隐绰绰的月光让他看清眼前的景象，莫玄渊被5、6个黑衣人围攻，虽然还有2名官兵护着，但他右臂已经鲜血淋漓，脸色苍白如纸。莫玄渊，他控制不住地尖叫出声，这一声喊坏了事，黑衣人立刻分出一人朝他扑来，寒光闪闪的刀锋直取咽喉。浅雪，莫玄渊的嘶吼声几乎撕裂夜空，他不要命地冲过来，用身体挡在他面前，扑哧，利刃刺入血肉的声音如此清晰。云浅雪眼睁睁看着那柄长刀贯穿了莫玄渊的腹部，鲜血喷涌而出，溅在他的脸上，温热心甜。莫玄渊，他接住他倒下的身体，双手瞬间被鲜血浸透，已经泪流满面。莫玄渊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灰败下去，却仍艰难地抬手想擦去他脸上的血和泪。别哭！远处传来官兵的号角声，杀手们迅速撤退。云浅雪跪在血泊中，死死按住他腹部的伤口，可鲜血还是不断从指缝间涌出。坚持住，求求你！他的眼泪混着血水往下淌。你不是说要求我一辈子吗？你死了还怎么求？怎么求？莫玄渊的瞳孔已经开始涣散，嘴唇动了动，似乎想说什么，最终只是无力地闭上了眼睛。太医院的灯火亮了一整夜，老太医第3次摇头出来时，云浅雪已经哭干了眼泪。他坐在台阶上，双眼无神，指缝里全是凝固的血块。系统，他在心里疯狂呐喊：系统，你出来，救救他，求你救救他！久违的声音终于在脑海中响起，检测到任务目标生命垂危，可用积分兑换9转还魂丹，需消耗全部积分。备注：积分清零将失去返回原生世界资格。云浅雪如遭雷击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。积分清零意味着他永远回不去了，再也见不到爸妈，见不到陆修远，见不到那个总和他抢游戏机的弟弟。现实世界的画面不受控制地涌入他脑海，妈妈趴在病床边哭肿的眼睛，爸爸一夜白了的鬓角，陆修远握着他的手说：我等你醒来时颤抖的声音。弟弟偷偷在他病房里放他最爱听的广播剧。屋里床上的莫玄渊突然剧烈咳嗽起来，鲜血从嘴角溢出，太医们又手忙脚乱的施救，可他的瞳孔已经开始扩散，这4年的点点滴滴也如潮水般朝云浅雪涌来。莫玄渊第一次牵他手时微红的耳根，他发烧时他彻夜不眠的守候，他每次远行归来第一件事就是找他的习惯，还有他半梦半醒间总是无意识贴在他小腹上的温暖手掌。夫人，青鸾哭着摇晃他的肩膀。太医说让我们准备后事。云浅雪闭上眼，换。他听见自己沙哑的声音，立刻兑换成功。警告，返乡通道即将永久关闭。他掌心突然多了一枚银白的小药丸，云浅雪只觉得心口一空，仿佛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被永远抽走了。他颤抖着走进屋里，掰开莫玄渊的唇，将药丸喂了进去，咽下去，求你！他贴着他的耳朵哽咽，莫玄渊，你给我咽下去。仿佛过了1个世纪，莫玄渊的喉结终于滚动了一下。3日后，莫玄渊睁开了眼睛，云浅雪正用小银石准备给他喂药，阳光透过窗棂，在他睫毛上投下细碎的金影。他专注地搅动着药丸，没注意到床上的人已经睁开了眼，正一顺不顺地盯着他看。你醒了。云浅雪扭头看到他的瞬间，眼泪又涌了出来。疼不疼？要不要喝水？先喝药。他低头轻轻吹了吹药汁，递到他唇边。莫玄渊没喝，突然伸手握住他的手腕。你瘦了。云浅雪手一抖，药汁洒了几滴在颈背上，他慌忙去擦，却被他一把拽进怀里。莫玄渊，你的伤。莫玄渊握住他的手，突然说：我知道。云浅雪僵住了，知道什么？莫玄渊用尽力气将他拉近，额头抵着他的。我那天其实听见了。听见什么？听见你对那个系统说的话。他亲吻他颤抖的眼睫。浅雪，谢谢你选择我。他又拉过他的手贴在脸颊，只要你知道，从今往后你的命就是我的命。云浅雪指尖一颤，这句话太重，重得他几乎承受不起。他耳根发烫，起身就要走，却突然一阵眩晕，胃里翻江倒海。他猛地捂住嘴，却还是干呕出声。屋内霎时安静的可怕。莫玄渊的表情凝固了，他缓缓低头看向他平坦的小腹，又抬头盯着他瞬间惨白的脸，眸中风暴骤起。多久了？云浅雪僵在原地，他设想过无数种被他发现的场景，却没想到会是在这种时候。1个多月。他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。我话未说完，莫玄渊突然一把将他拉进怀里，力道大得惊人。他的唇贴在他耳畔，急促地呼唤着他的名字：浅雪，浅雪，浅雪。他一遍遍唤他的名字，像是要把这2个字刻进骨血里。云浅雪被他勒得生疼，却莫名红了眼眶。这个在朝堂上运筹帷幄的男人，此刻竟欢喜得像个得了糖的孩子。你别，伤口会，管他去死。莫玄渊粗鲁地打断他，手掌轻轻覆上他的小腹。我们有孩子了。他说我们不是我。云浅雪鼻尖一酸，他本该为永远失去回家机会而痛哭，可此刻被他这样珍而重之地抱着，心里某个角落竟奇异地安定下来。接下来的日子，莫府上下忙得人仰马翻。莫玄渊虽然卧床养伤，却把管事指挥得团团转，去请个擅长妇婴的大夫，把后院铺上防滑的毯子，夫人爱吃的酸梅子多备些。云浅雪坐在一旁绣小衣裳，听着他事无巨细的安排，忍不住嘀咕：不就生个孩子，至于吗？莫玄渊耳朵尖得很，我是说。云浅雪急中生智，我该喝药了。他端起药碗，却见莫玄渊突然皱眉。等等，他从枕下摸出个小布包，倒出几粒蜜饯，先含这个，省得喝完药反胃。云浅雪怔住了，这是他孕吐后最爱吃的杏脯，可明明今早才跟青鸾提过。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莫玄渊笑而不答。阳光透过窗棂，在他睫毛上投下细碎的金影。云浅雪鬼使神差的伸手，轻轻碰了碰他的
了睫毛。怎么了？他抬眼，有灰尘。他仓皇收回手，心跳如雷。莫玄渊眸色转身，突然扣住他的手腕。钱雪，哈！窗外忽然传来轻软的惊叫。夫人，云老爹带着3车补品到门口了。莫玄渊挑眉，3车。云浅雪也是吃惊，爹肯定把肉铺这半年的收入全搭进去了。他起身要去迎，却被莫玄渊拽住衣袖。男人仰着脸，竟有几分撒娇的意味。亲一下再走。你伤的是肚子还是脑子？这里疼。他指着心口，理直气壮。云浅雪又好气又好笑，飞快地在他唇上啄了一下，逃也似的跑了。莫玄渊望着他仓皇的背影，眸中的温柔渐渐沉淀成某种更为深沉的情绪。他知道他还有秘密，知道他偶尔望向月亮时的眼神，像是在思念远方，但没关系，余生很长，足够他一点一点把他的心彻底留住。云浅雪生产那日，莫玄渊在产房外站了整整3个时辰，脸色比里面的产妇还白。当产婆终于抱着啼哭的婴孩出来报喜时，他连孩子都没看一眼，直接冲进去看云浅雪。床上的女人汗湿鬓发，累得连手指都抬不起来，却还在虚弱的笑。你看他孩子啊！莫玄渊单膝跪在床边，颤抖着握住他的手，突然说：“我叫君临。”云浅雪一愣，被你们救之前，我叫君临。他低头，唇贴着他指尖，君临天下的君，临临盛世的临，这是他第一次主动提起过去。云浅雪眼眶一热，轻轻骗了一声，很好听，比莫玄渊威风多了。莫玄渊，不，现在该叫君临了。眼眶微红，俯身抱住他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还活着。云浅雪想笑，却先落了泪。他知道这是他最深的恐惧。君家小小姐取名君暮雪，取日出光明之意。原本莫玄渊是上门女婿，孩子应该姓云，被云老爹否定了，拍板说就姓君。小姑娘完美继承了父亲的眉眼，小小年纪就已看得出是个美人痞子，偏生性子急也，上房揭瓦，下河摸鱼，闹得府里鸡飞狗跳。君暮雪，你给我下来！云浅雪举着鸡毛掸子，仰头瞪着趴在葡萄架上的女儿。5岁的小丫头扮了个鬼脸，爹爹说我可以爬的，你爹惯得你无法无天。云浅雪气得肝疼，数到3，不下来今晚别想吃蜜糕。1、2、3还没数呢，君暮雪哇哇大叫。3，一道清润嗓音从门口传来，君临下朝回来，官服都没换，就笑着朝女儿张开手臂，跳下来，爹！接着小丫头欢呼一声，毫不犹豫往下一跃，被君临稳稳接住，转了个圈才放下。你，云浅雪气得倒仰，他昨天往你奏折上涂鸦，前儿烧了厨房，上月剪了你的官服，现在又烧厨房是为给你熬梨汤。君临捏捏女儿脸蛋，就是火折子用的不太熟练。云浅雪，当晚莫大人被夫人连人带枕头赶出房门，去跟你闺女睡，门砰地在他面前甩上。隔壁房的小丫头过来看他爹的热闹，走廊下月光把俩人的影子拉得老长。爹娘真凶，哈，凶起来也好看。君临摸摸鼻子，转身去了女儿房里，结果小丫头睡得4仰8叉，半张床都被他占了。他叹了口气，轻手轻脚躺在床沿，刚闭上眼，就感觉一只小脚丫蹬在了他脸上。君临，南宫月掀开鎏金熏笼，将帕子扔进去烧了，帕脚绣着一个歪歪扭扭的墨字，是5年前琼林宴上偷藏的。夫人，老爷说今晚宿在。知道了。他打断丫鬟，指尖掐进掌心，丈夫是安定侯嫡次子，领个闲差终日斗鸡走马。婚宴那日，他隔着人群看见莫玄渊为云浅雪扶正金钗，眼神柔得像化了雪。最让他窝火的是，莫玄渊不仅没如他预想的那样厌弃糟糠妻，反倒步步高升，宠妻如命，连当年女儿周岁宴都办得轰动全城。凭什么？他捏碎手中的茶盏，忽然冷笑，凭什么你一个屠夫之女过得这么好？那就别怪我添堵了。被叫去锦绣坊。3天后，云浅雪在绸缎庄遇到个风流书生，对方不慎将茶泼在他裙上，又恰好掏出与他同款的兰花香囊。云浅雪起初没在意，直到那书生越来越殷勤，甚至不小心碰了他的手。夫人恕罪。书生假装慌忙后退，却撞翻了货架。几乎是同时，门外冲进来一群妇人，为首的大婶嗓门洪亮：“哎呦，这不是莫夫人吗？光天化日怎的跟个外男拉拉扯扯？”云浅雪挑眉，看了看满脸通红的书生，又看了看一脸正义的大婶，突然笑了。这位大婶，她慢条斯理地整理袖口，您觉得这位公子如何？大婶一愣，啊，自然是一表人才，是吗？云浅雪上下打量书生，突然叹气，可惜啊，样样不如我相公。围观群众顿时竖起耳朵。论相貌，我相公是整个京都最俊俏的；论才学，他是探花出身，如今是翰林院掌院；论体贴，他笑眯眯地摸了摸腕上的玉镯。我随口提过喜欢葡萄，他就在后院搭了架子，年年亲自修剪。人群发出羡慕的唏嘘。云浅雪又接着道：“所以你说我为什么要找个样样不如我相公的男人？”大婶不甘心，那也不能证明你没二心，我相公样样都行。云浅雪突然压低声音，却让在场所有人都听得清，尤其是那床上功夫也很行。噗，有人喷了茶。云浅雪一脸诚实，所以说我应付他一个都够累了，哪有精力再找个野男人？全场寂静3S，随即爆发出哄堂大笑。说得好！熟悉的嗓音从门口传来。莫玄渊不知何时站在那儿，官服都没换，显然是一下朝就被人通知赶来了。他大步走到云浅雪身边，揽住她的腰，朝众人微微一笑，内子顽皮，让诸位见笑了。那笑容温润如玉，眼神却冷得吓人。那书生腿一软，差点跪下去。夜深人静，云浅雪被抵在雕花床柱上，金丝楠木硌得后腰生疼。白天的微风呢？莫玄渊咬开她颈间系带，不是夸为夫样样都行，床上功夫也很行。云浅雪耳根发烫，我那是在他的手探入衣襟，所以为夫特来证明，夫人所言非虚。等等，女儿。
儿待会还……他跟青鸾睡。莫玄渊封住他的唇，今晚你只管验收功夫，红烛帐暖。云浅雪迷迷糊糊的想，这下是真的一辈子都逃不掉了。翡翠簪子当啷落地，帐外官袍与罗裙交叠着滑落，隐约听得云浅雪带着哭腔骂混账发，谁让你用？门外偷听的君慕雪被奶娘抱走时，还在嘟囔爹娘又打架，明天肯定一起睡懒觉。消毒水的气味像一把钝刀，缓慢地剖开云浅雪的意识。她缓缓地睁开眼，首先看到的是一缕阳光穿过百叶窗，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姐，一个略显沙哑的男声炸响在耳边。云霄的脸突然闯入视线，他眼下一片青黑，下巴上冒出的胡茬已经有些扎手的样子。医生，我姐醒了。云浅雪想说话，却发现喉咙像是被一团纸堵着，发不响声来。她只能轻轻动了动手指，碰到弟弟的手背，记忆像退潮后显露的礁石。他和莫玄渊护送云爹爹的灵柩回乡安葬，返程途中，山道转弯处突然传来巨石滚落的轰鸣，然后是莫玄渊撕心裂肺的喊声，以及他扑过来后瞬间被鲜血染红的青山。云小姐能苏醒，真是医学奇迹。医生检查完她的瞳孔反应，语气里带着掩饰不住的兴奋。3年0 1个月的植物人状态，脑部功能居然没有明显损伤。3年0 1个月的，云浅雪在心里悄悄换算着，她在书中世界度过了将近25年，25年足够她和莫玄渊相识、结合、种菊、生娃，然后再看着女儿君慕雪从蹒跚学步的孩童长成亭亭玉立的姑娘，嫁了个如意郎君，还给他们生了个粉雕玉琢的外孙，也足够让莫玄渊眼角的细纹变成他最爱抚摸的纹路。父母喜极而泣，诉说着这几年的辛酸，更多的是喜悦。过了几日，陆续有亲戚和好友来病房探望，但始终没有陆修远的身影。陆修远，他母亲递水给他时欲言又止。我知道。云浅雪接过水杯，温热的水流滋润了干裂的喉咙。他等了我多久？1年半。云霄闷闷地说，姐，你别怪他，他考上了公务员，家里催得很急，不停地给他介绍了对象。他哭着跟我说对不起，等不了你了。云浅雪点点头，扭头看向窗外，玻璃映出一张清秀的脸，与书里的云浅雪是2张不一样的脸。他并不怪陆修远，他能等了他1年多，已经是仁至义尽。而且在经历过与莫玄渊那样刻骨铭心的爱情后，他对陆修远一直心存愧疚。他的离开反而让他松了口气，只是每当夜深人静，他总会想起莫玄渊临死前看他的眼神，还有君慕雪，可怜的孩子，一夜之间失去双亲，该有多痛。复健的过程痛苦而漫长。当云浅雪第一次靠自己的力量在床上慢慢坐起来时，护士小张兴奋地说，云小姐恢复得真快，跟楼上 VIP 病房那位周先生一样，都是医学奇迹。周先生，周氏集团的太子爷啊。小张压低声音，听说长得可帅了，不过也挺惨的，听说当年就是他女友劈腿，他去酒店抓奸时从楼梯上摔下来，昏迷了4年多，上个月突然醒了，听说他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要找人，说要找自己的夫人，把周家老爷子都惊动了。云浅雪垂下眼睛，继续练习手指的抓握动作。他当然不会把这种事和莫玄渊联系起来，那个为他挡下巨石的男人永远留在了书中的世界。对了，小张突然想起什么，周先生今天下午也会去康复区做联合训练，云小姐要是感兴趣。不用了，云浅雪轻声打断，我今天有点累，但命运总有他的安排，医院的阳光房总是最热闹的。云浅雪被护工小陈推着轮椅穿过长廊时，听见几个护士在茶水间小声议论，听说 VIP 病房那位又闹着要下楼了，周家少爷不是昨天才摔了输液架吗？云浅雪垂着眼睫，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轮椅扶手。苏醒后的第3周，她的双腿仍然绵软无力，像踩在棉花上。医生说能恢复意识已是万幸，就像楼上那位周先生。小陈突然开口，您2位都是我们医院的奇迹病例呢。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来，将云浅雪的膝盖镀上一层暖色。她被安置在靠窗的位置，望着窗外一株开得正盛的樱花树出神，粉白的花瓣让她想起莫府后院的西府海棠，每年花开。莫玄渊总喜欢抱着女儿坐在树下的石桌下棋子，花瓣落满他们父女的肩头，轮椅碾过地面的声音由远及近。云浅雪没有回头，只听见护工们恭敬的问候声，周先生。那轮椅与他擦肩而过时，带起一阵极轻的风，消毒水的气味里，云浅雪忽然捕捉到一丝若有若无的墨香。莫玄渊批阅公文时，袖口总会沾染这样的气息。他的手指微微蜷缩，却听见那轮椅的声响突然停了下来。等一下，这个声音像一把钝刀，缓慢地剖开云浅雪的胸腔。他下意识抬头，对上一双微微上挑的凤眼。轮椅上的男人约莫30出头，病号服外披着件深灰色开衫，他的轮廓比莫玄渊更加锋利，眉宇间却凝着相似的沉寂。此刻他正怔怔望着他，浅褐色的瞳孔在阳光下像2泓清泉。我们见过吗？他问的迟疑。云浅雪摇头，心跳却莫名加速。男人的目光在他脸上停留片刻，最终被护工推着离开了阳光房，直到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。云浅雪才发现自己的掌心全是汗，不是他，怎么可能是他？那天夜里，云浅雪梦见莫玄渊站在莫府的回廊下，肩上落满海棠花瓣。娘子，他笑着伸手，该醒来了。次日清晨，整层楼突然骚动起来。周先生，您不能这样，快拦住他！云浅雪正在康复室练习站立，忽然听见走廊上传来杂乱的脚步声。他抬头，透过玻璃门，看见那个叫周吉野的男人自己推着轮椅狂奔而过。输液管在半空划出凌乱的弧线，5、6个医护人员追在后面，男人却在经过康复室时猛地刹住轮椅，转头望向屋内。隔着玻璃门，他们的目光再次相遇。周吉野的眼睛通红，胸口剧烈起伏着，右手死死攥着轮椅扶手。那一瞬间，云浅雪仿佛看见满身是血的莫玄渊在闭上眼前，也是这样望着他。浅雪，这一声石破天惊。云浅雪双腿一软，险些跌倒。他看见周吉野不顾阻拦撞开玻璃门，轮椅碾过散落的附件带朝他冲来，拦住他！主任医师大喊，保镖们一拥而上。混乱中，周吉野的轮椅被撞翻，他竟直接摔在地上，却还要往前爬。让开！他嘶吼着，伸出的手在空中颤抖。那是我夫人！云浅雪的眼泪突然夺眶而出。莫玄渊，他颤抖着唤道。挣扎的男人瞬间静止，他抬头望来，眼中的狂喜与痛楚如潮水般将他淹没。真的是你！他声音哑得不成样子。我不是在做梦。医护人员都愣住了。云浅雪推开搀扶，踉跄着跪坐在地，与爬过来的周吉野
指尖相触。当他们的手终于握在一起时，20多年光阴如走马灯般闪过。你怎么？我失去意识的瞬间，他额头抵着他的手背，温热的液体浸湿他的指尖。我听见有个陌生的声音，他问我可有什么心愿，可以用我的积分来兑换。他的肩膀微微发抖，声音哽咽。我说希望还能与夫人再续前缘。原来他作为墨玄渊时，从未意识到自己是穿越的。他的系统比云浅雪的系统还坑爹。他在那个世界有完整的记忆和人生，并不知道云浅雪是穿书者。除了那次濒死状态，其他时候并不能听到他的心声。直到生命最后一刻，系统才跳出来，给了他选择的机会。云浅雪的眼泪夺眶而出。当年他用自己的所有积分换了一颗让墨玄渊起死回生的药，但是代价是回家的通道被永久关闭。后面的21年，他留在了书里，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，内心深处却藏着对另一个世界亲人的深深愧疚。走廊尽头，周家老爷子和云霄同时赶到，却都在门口停住脚步。阳光透过玻璃窗，将两个相拥的身影镀上金边。暮雪，云浅雪突然想起女儿，心如刀绞。周吉也握住她的手。我在苏醒前看到一个画面，暮雪和她的丈夫孩子在一起。她知道我们永远爱她，会有新的家人替我们护她，爱她。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他们交握的手上。恍惚间，云浅雪仿佛看见君暮雪站在光影里，怀里抱着粉雕玉琢的小男娃，朝他们微笑着挥手告别。一个只有云浅雪能听见的声音在虚空中轻轻响起。她用全部积分换，你们重回现实，任务完成，系统解绑。声音渐渐消散，如同一个遥远的梦境。但云浅雪知道，此刻握着她手的温度再真实不过。重新认识一下。周吉野轻轻捧起她的脸，眼中盛满跨越两世的深情。我叫周吉野，林夕。她微笑回应，眼泪却止不住的流。这一次，她在她耳边轻声承诺，我不会再让你等那么久了。窗外，初夏的风轻轻拂过树梢，像是命运终于给出了一个圆满的答案。